男人为蛊惑好友的妻子，故意拈起一颗浆果，缓缓递到女人的唇边，咫尺之间的气息交融，让女人瞬间乱了阵脚。她犹豫片刻，七唇咬下。You left half the berry there. 猝不及防的亲昵彻底搅乱了女人的心神，可她不知道的是，这一切竟是自己丈夫暗中授意。眼前这个女人叫樱桃，她生得漂亮，美丽顺从，性子柔婉，擅长下棋和猎鹰术，一言一行都严守着教育规矩。可谁能想到，她竟会被夫家押到审判桌前？缘由不过是成婚半年，她没能给丈夫生下一个子嗣。丈夫出身名门，却没有继承人，这成为夫家发难的把柄。执掌天地的鸟嘴兄弟听完夫家的控诉，锐利的视线直直落在了樱桃身上。 Most young couples under my parish give birth barely 7 months after they marry. 那份看不见的沉重枷锁瞬间缠上了樱桃，她甚至来不及张口辩解，鸟嘴兄弟的裁决就已宣判，若100日之后她仍未能怀上子嗣，便要承受最严酷的刑罚。樱桃只觉有苦难言，她根本不敢道出不孕的真相。新婚之夜至今，丈夫杰罗姆从未碰过她，她无数次期待能与对方同房，可等来的却只有冰冷的一句回应。Tomorrow, tomorrow, tomorrow, tomorrow. 樱桃和丈夫就像是永不交汇的黑夜白天，一次次被拒之门外，樱桃的内心也变得焦灼起来。走廊上的壁画画着各种被审判的女人，樱桃很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像她们那样死去。这个世道永远不会把过错怪到男人身上，受惩罚的只会是女人，而更恐怖的是，所有人都对此习以为常。深夜，杰罗姆的好友突然造访，曼弗雷德刚坐下就迫不及待指责起未婚妻，他将自己形容的如同圣徒般深情，却在提到未婚妻时毫不客气地指责那就是个放荡的女人。听到这种八卦，杰罗姆瞬间提起了兴趣，要曼弗雷德继续讲下去，他想知道那个女人究竟是如何背叛了自己的好友。然而曼弗雷德接下来的话却让人大吃一惊，为了试探女人的忠诚，他的父亲派出仆人勾引她，最终仆人带回了女人的内裤，并深刻描述了她大腿内侧新增的一道伤疤。尽管女人极力辩解是仆人强行脱掉了自己的内裤，却依旧没人相信她。她被鸟嘴兄弟处决，曼弗雷德也因无力约束女人被赶出了城堡。听到这里，杰罗姆忍不住说了一句：“You could remarry.” Oh, please. 曼弗雷德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立刻说出了自己的择偶标准。Like beautiful, chaste, good at listening, mending socks, interested in maps, falconry, chess, etc., but obviously not excessively good at any of those things. My wife is exactly like that. True. You lucky thing. Forgive me, but not even a hint pregnancy. 曼弗雷德要女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却又不能超过自己，免得伤害到他身为男性的自尊心。杰罗姆听完以后，立刻意识到这些形容词简直是为樱桃量身打造的。他符合所有条件，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绝不可能出轨他人。此刻他完全将樱桃当做了好友间炫耀的谈资。他悄悄地说出一个秘密，他和妻子一直保持距离，从未有过亲密接触。他丝毫没注意到曼弗雷德逐渐炽热的眼神。杰罗姆说：“我最近非常忙碌，家族事务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最近我要出城一阵子处理工作，我都不知道我妻子如何能怀上孩子。”一番闲聊后，二人打了个赌。杰罗姆不在的100天内，曼弗雷德能否把樱桃勾引到手？如果曼弗雷德成功了，杰罗姆就会把自己的城堡赠送给他，至于樱桃则会被当众吊死。曼弗雷德势在必得，在他心中没有一个好女人。This wife, where would she go if I win? Well, you won't win. My wife is a paragon of virtue. But if she does stray, well, she goes straight to hell, of course. When I win, I'll be right there with you to watch her hang. 可怜的樱桃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早已被放入2个男人的赌约中。第一眼看到樱桃，曼弗雷德的魂魄便被勾走。他以为樱桃是个古板的女子，怎料她的容颜竟生得这般清秀温婉。杰罗姆宣布我因公出差几日，我的朋友会继续留在这里等我回来。杰罗姆如约离开了城堡，尽管妻子百般不解，但也只能看着丈夫离开。大批卫士寸步不离地守在樱桃身边，那一双双眼睛记录下她的一举一动，成为将来处决她的证据。Oh, I'm sure my husband knows what he's doing.
樱桃莫名感到不安，她从未和除丈夫之外的男人单独相处过，为此她把自己锁进了房间，减少与曼弗雷德的见面次数，同时内心也在期待着杰罗姆能尽快归来。没想到相处第一天，曼弗雷德就敲响了他的房门，提出要参观一下城堡。樱桃没有拒绝的底气，快速带着他在城堡里转了一圈。当夜幕降临时，他回到房间门口，等待目送曼弗雷德离开，结果对方却提出了更加过分的要求。Actually, I'm sorry, I was too shy to ask before, but I was wondering if I might see your bedroom, just to round off the tour. Jerome had mentioned how stunning the decor was. Perhaps another time, my lord. Excuse us. 如果不是英雄在身边，樱桃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会陷入怎样窘迫的场面。英雄是他身边最忠诚的仆人，但他们之间的友谊早已超越了主仆之情。英雄告诉樱桃，如果下次曼弗雷德再有任何越界之举，樱桃只需要说一句 Just say, hero, how did that story end? I'll take it from there. 英雄通过讲故事来转移曼弗雷德注意力，樱桃有些诧异，在这个女人几乎不识字的社会中，英雄居然有故事可讲。他没有细究英雄的故事从何而来，只是满怀感激地说，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第二天，曼弗雷德带着刚猎来的鹿，赤裸着上身出现在窗前，毫不避讳地展示他的身体，健硕的肌肉高高隆起，汗水和鹿血淌过沟壑分明的肌理，透着滚烫的雄性荷尔蒙。他试图俘获樱桃的芳心， Lunch! 樱桃却拉上了窗帘，刻意逃避他的视线。曼弗雷德并不死心，趁着聊天时，一屁股坐在了樱桃身边。樱桃只能向英雄发出求救信号。Hero? Yes. What was that one you were telling me the other day? It sounded fascinating. 接收到信号，英雄立刻停下手中的活，为他们讲述了名为武石的故事。从前有个船长，他有3个聪明美丽的女儿，并且十分疼爱她们。但当时的法律是，没有儿子就等于没有继承人，也就是说，在船长死后，他的所有家产都将被充公，女儿们1分钱也拿不到。为了给女儿们提供保障，船长开始培训他们，教他们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妻子，好在将来找个好婆家。然而每当船长远行，女儿们会偷偷拿出母亲传授给他们的秘密技艺，那是一种被视为罪孽深重的邪恶本领，禁止一切女性涉足，任何学会它的女性都会被视为女巫。就在这时，樱桃突然开口，打断了英雄的故事。原来曼弗雷德早已睡去，两人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暂时安全了。故事戛然而止，等待下一次危机到来时，才会被重新讲述。隔天不甘失败的曼弗雷德再次找到了樱桃，强行加入了他和英雄之间的棋局。樱桃再次变得紧张起来，甚至因为赢得棋局而惴惴不安。此刻在他的认知里，身为女性的她依旧不该在任何一方面胜过男人。他微笑低语，一定是和英雄一样让着我，我才会赢。可英雄的话却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I would never. Your victories are entirely your own. No need to apologize at all. Worthy opponent. 曼弗雷德完全没生气，甚至因此激发了内心的好胜欲。他发誓一定要拿下樱桃，于是故意在午餐时亲手将一颗莓果递到了樱桃嘴边。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让樱桃有些手足无措，向来不懂得如何拒绝男人的他还是张开嘴轻轻咬了半口。下一秒，曼弗雷德就着他的咬痕吃下了另外半颗莓果。这突如其来的暧昧使得樱桃不知所措。英雄看出他的窘迫，不动声色接过话茬，继续讲那天的故事。3姐妹的那项秘密技艺就是写作和阅读。樱桃再次开口打断，表示自己听过这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罗莎，她是个邪恶的女巫，最爱将咒语写在书上，好迷惑男人，甚至学校里专门教过有关女巫罗莎的歌谣。谁知英雄忽然变了脸色，严肃地表示罗莎只是个普通女人。3姐妹并没有用那项技能写下任何咒语，而是用它书写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让想象力在自由的国度尽情徜徉。但同时他们也清楚，一旦结婚，他们就必须停止学习，并把这个秘密永远藏在心底。
直到这天，船长突然回来了，还带回一个极其富有的富商。富商将在他们之间挑选合适的人选成为妻子。他一眼看中了温柔娴静的罗莎，殊不知罗莎真实的性格并非如此。她风趣又机敏，脸上时常挂着自信满满的笑容。然而富商却只看到了她的表面，从未想过探寻罗莎的内心。只因在他心中，妻子的模板早已固定，无论哪个女子被塞入其中，都只能长成他所需要的模样。英雄的声音引人入胜，不自觉中就连门口的守卫都开始关注起罗莎的故事。他们迎来了一个个清晨与黑夜，在徐徐展开的故事中倾注了所有情感，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罗莎接下来的人生会何去何从。这天，曼弗雷德再次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假意告诉樱桃，杰罗姆一点都不着急回来，他在外有了新欢，准备抛弃这个家，估计几个月后才会回来。原本想趁樱桃心灰意冷之际乘虚而入，结果听到这个消息的樱桃却找到了英雄。英雄原本正在房间里偷偷编写自己的故事，听到敲门声后，他连忙将故事本藏在了地板下，生怕被别人发现这个秘密。樱桃并未察觉到异常，哭着说出了杰罗姆的事。英雄却格外冷静，他让樱桃去拖住曼弗雷德一会儿，自己好去找出杰罗姆与曼弗雷德往来的书信。于是两人在院里聊天时，英雄偷偷潜入曼弗雷德的房间，打开他的木盒子，却在盒子夹层找到了一张春宫图和倒计时记录表。曼弗雷德还不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被发现，他在和樱桃交谈的过程中意外得知她不孕的秘密。 Could you not be pregnant already? Be sure? Sometimes it takes a while to show. Be impossible. Why is it impossible? Wait, have you and Jerome never... Dinner's ready. 英雄忽然出现，打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为了转移曼弗雷德的视线，于是故事继续下去。罗莎和富商顺利结婚，并步入了新的生活。临行前，她的姐妹将那项秘密藏在了她的嫁妆箱子里，希望罗莎在婚后依旧能做自己，而不是彻底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可罗莎却被富商的甜言蜜语所蛊惑，逐渐忘记了自己。故事不断讲述，时间也在飞快流逝。当曼弗雷德意识到自己已经浪费了一半时间后，他瞬间失去了听故事的兴趣，故意支开了英雄，将樱桃独自带往后花园。他再次撒谎称杰罗姆无法生育，羞于启齿，所以故意离开，让自己来接受和你日夜相处，想方设法帮你怀孕。尽管这个谎言漏洞百出，但用来哄骗不谙世事的樱桃已经足够。再加上他已经独守半年空房，身体与心灵寂寞早就到达了顶峰。自从得知这个秘密后，樱桃开始变得思绪不安。她一直以为是自己的问题，才不被丈夫所接受。如今才知道她是个正常的女人，不正常的恰恰是她奉若神明的丈夫。英雄一直活在尘埃里，他见惯了豪门里的凉薄与虚伪，看透了男权世界里对女人的苛责与不公。他没有光鲜的身份，没有体面的境遇，却有着一双最清明的眼和一颗最柔软的心。他明白樱桃的隐忍，他心疼樱桃那颗渴望被善待、被理解、被触碰的真心。在樱桃窥见秘密后满心惶恐时，默默守在他身边，将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缓缓讲给他听。他们是同类，是被这世间的规训一同困住的女人。樱桃也在英雄身上看见了从未有过的平等与真诚，没有世俗的权衡与苛责，那份感情中是纯粹的懂得与怜惜。这份懂得是樱桃在冰冷的婚姻里从未得到过的珍宝。他和英雄突破那层薄纱，彼此抚慰着对方，那种温柔的热烈如同烈火灼烧，让樱桃欲罢不能。出尝禁果的他越发渴望与人接触。于樱桃而言，女仆不是一个身份低微的下人，而是她灰暗生命里唯一的光。于女仆而言，樱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贵妇，而是她满心珍视的人，是她看懂了所有苦难后想要拼尽全力去呵护的温柔。这天，曼弗雷德再次提出参观他的房间。 I was still curious to see a room. Most beautiful room in the house. Huh? 樱桃没有拒绝，把他带入了自己房间。谁知正看到英雄端坐其中。此刻，樱桃的理智与情感开始互相搏斗。顺从男人的思想早已深入他的骨髓，但对英雄的喜爱正在逐渐将这种思想从他体内驱逐。英雄似乎看出他的想法，再次讲起了那个故事。自从富商与罗莎在一起后，罗莎也陷入了爱情带来的痛苦中。她爱上了富商，同时心中又装着难以启齿的秘密。这天，当她和富商依偎在一起时，罗莎突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用手指在窗户上写下了我爱你，而正是这句话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富商怒气冲冲跑到房间里，质问他到底从哪学来的巫术。这一刻罗莎彻底傻眼，他没想到富商居然不识字。 Are you calling me stupid? No, it wasn't a spell. It just said I love you, that's all. 可富商却找到了藏在他嫁妆箱子里的秘密。罗莎所有的解释都成为苍白无力的狡辩。富商视她为巫女，并将她锁在了屋子里。他把这件事上报给了尖嘴兄弟会，不仅有一封印着鸟喙图案的信被送到了罗莎姐妹手中。尖嘴兄弟会的人以罗莎的性命威胁，要求剩下的姐妹俩尽快投案自首。他们毫不犹豫地出现了。当他们行入大厅时，尖嘴兄弟会的人发出了无情的嘲笑。随后他们将姐妹三人押赴悬崖，当众宣告了他们的罪行。 These women are accused of reading, of performing witchcraft and spells. Witnesses have seen them engaged in the unnatural acts of magic. Words are beautiful. We have just as much right to them as any man. Don't interrupt me! As punishment, they shall be pushed from the great cliff to their deaths. 这就是巫女罗莎的故事。罗莎并没有施行任何咒语，她只是大胆地对丈夫写下了一句我爱你，却被处以极刑。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姐妹三人毫无惧色，手拉手跳了下去。故事就此结束。樱桃瞬间泪如雨下。同为女性，她能感受到罗莎的绝望与无助，同时又深深为他们的勇气感到骄傲。这个故事不仅感染了樱桃，也感染了曼弗雷德以及城堡的守卫。毕竟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听过如此荡气回肠的故事。当天夜里，曼弗雷德失眠了。第二天，他主动问起后来那个富商发生了什么。英雄愣了一下。 The merchant remarried. 1 month later. 爱情的忠诚约束的从来只有女人。樱桃几乎能预见，倘若熬到鸟嘴兄弟会定下的期限，自己依旧没能怀上孩子，大抵也会落得和罗莎一样被处死的下场。而她的丈夫定会像那位富商一般，转眼就另娶名门淑女为妻，没有半点波澜。阵阵窒息的寒凉与腥涩翻涌上来。正当此时，2杯温水竟被一同递到了他面前。樱桃凝望着掌心的水，心底陷入极致的两难：是要冲破世俗的规训，奔赴一场滚烫的爱情，还是俯首屈从于礼教，继续在囚笼里安稳度日？这份挣扎，直到某个深夜才被再度撕开。英雄又一次提起那位富商，他说富商在迎娶罗莎之前，原是有过一位发妻的。那个可怜的女人不知为何溺水身亡，死因成谜。富商痴恋他生前那副绝色容颜与玲珑身段，竟舍不得让她归于尘土，辗转将她的遗体赠予了一位技艺卓绝的琴师。而后琴师以他的骸骨为琴身，雕琢成一把竖琴，又以他的缕缕青丝为弦，缠附在琴枕之上。富商与罗莎大婚的喜宴那天，琴师应邀而来，指尖轻拨这把古琴，琴声悠悠漾开，哀婉缠绵，乐声那泣血的心事，皆是旁人听不见的弦外之音。可彼时的罗莎被新婚的甜蜜冲昏了头脑，对此浑然不觉，未能读懂这琴声里的血泪。早在罗莎与樱桃之前，世间便已有无数女子以鲜血为谱，写下了一曲曲婚姻的悲歌。只是这些悲歌无人记录，无人传唱，终究散落在风里，淹没无痕。女子们被锁在深宅，消息闭塞，彼此隔绝，连同类的苦难都无从知晓。严苛的礼教不仅锁住了他们的一言一行，更将他们的思想牢牢禁锢。他们在愚昧的混沌里被驯化，懵懂又温顺，甘愿做男人掌心里的玩物，传宗接代的工具。他们耗尽一生的芳华与精血日渐枯萎，直至油尽灯枯，也始终挣不脱这层无形的枷锁。深夜，樱桃在梦中惊醒，他来不及细想，匆匆奔入英雄的房间。他竟撞见了英雄深埋心底的秘密。原来那些故事并非民间传颂，而是全部出自英雄之手。樱桃不敢相信，良久才说出 You're not above the rules, hero. 英雄望着他，眼底满是苍凉。他怎会不知此番所作所为，前路皆是万丈深渊，会落得怎样的下场？他比谁都清楚。此罗莎三姐妹的故事在暗处悄然流传，并有女子从中窥见了微光，心底的觉醒之火被悄然点燃。她们不惧艰险，自发聚首，组建了秘密读书会，只求将这些女子的血泪过往细细珍藏，代代传扬，盼着能唤醒更多沉沦的灵魂。而英雄的母亲正是这读书会的初代创始人。奈何他们不过是乱世里的萤火微光，
力量太过渺小，在这男权根深蒂固的世道里，纵使拼尽全力，也始终步履维艰，迟迟无法撼动这腐朽的秩序，更无力推动这沉滞的人间向前半步。一念既决，万念皆定。樱桃敛去眼底的迷茫与惶恐，转身叩响了曼弗雷德的房门。这一次，他决意放下所有顾虑，借他的力量生下一个孩子。曼弗雷德做梦也不曾料到，自己竟真的赌赢了。狂喜冲昏了他的理智，他一把将樱桃紧紧拥入怀中，满心都是得偿所愿的炽热。可欢愉不过转瞬，下一秒，杰罗姆便带着人破门而入。What the hell is this? Jerome, you're home early? No, I'm not. It's been 100 nights. 原来今夜恰逢那百日之期的最后一天，曼弗雷德赢了赌约，赢走了这座城堡。可这份胜利的代价，却是要亲眼看着樱桃被送上绞刑架，悬绳吊死。听罢杰罗姆冰冷的宣判，曼弗雷德浑身的血液骤然凝固。I'm keeping your castle, and I'm keeping Cherry. I love her. 杰罗姆的唇角瞬间勾起一抹冷笑。Love. You said you'd be there with me to watch her hang. That was before I knew you. I'm different now. Guards! No. 樱桃如遭重击，只觉天旋地转，心底的世界轰然崩塌。原来自己始终活在层层叠叠的谎言里，身边的人都在算计他，欺骗他。那些假意的温柔、炽热的追求，不过是一场场精心编排的戏码。这世间竟从未有一人真正爱过他。就在这一刻，英雄抱着一叠写满故事的手稿，不顾一切地撞门闯入。 I enchanted her with these forbidden stories. The responsibility is mine and mine alone. Cherry had no part in it. I'll go quietly, just please. Don't harm her. 曼弗雷德急忙顺水推舟，将所有的过错尽数归咎于英雄的故事，妄图以此撇清干系。 See, Cherry's a victim of witchcraft, as am I. You don't even want her, Jerome. You never consummated. A shameful fact I will keep to myself if you release Cherry and your castle to me. I want to keep her. I think I deserve her for a start. I've been patient, and I have listened. I have listened so much. And I would have won the bet fair and square if it wasn't for those enchanted stories. Stop! 樱桃生生打断了他的辩解。他望着英雄，眼底翻涌着从未有过的坦荡。他说：“我本该结婚生子，生活在这方寸牢笼，循规蹈矩走完一生。” Meeting you, hearing about those women that wanted more, that's been the greatest adventure of my life. When I found your secret books, I was scared. But mostly jealous. Because I wish that I lived a braver life. So, here we go. I love you, hero. If you get rid of her, you get rid of me too. 他终于挣脱了所有的桎梏与枷锁，选择英雄这份滚烫的爱意，活成女性本该拥有的模样，热烈、鲜活、无畏，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谁也不曾想到，这份坦荡和挣脱宿命的勇敢，竟彻底激怒了杰罗姆。他恼羞成怒，全然不顾体面，当众编造起弥天大谎。他说，早在自己出差远行之前，樱桃就已身怀6甲，可女仆蛊惑了他的心智，更是害死了他腹中孩儿。如今，这2个忤逆的女人，皆该死无葬身之地。杰罗姆步步逼近，低声游说曼弗雷德，要他出面做自己的证人，指证奴仆2人的罪状。 It's not our fault. There are laws. It's their destruction or ours. 曼弗雷德终究还是屈服了。他从始至终都绝不会站在女性这一边，去对抗那些主宰着世间一切的男性特权。那天夜里，英雄坦然交出了自己珍藏的所有故事。翌日，他便与樱桃一同被押上刑场，接受这场荒唐的审判。可这一次，当鸟嘴兄弟会的人站在高台之上，声色俱厉地念出他们所谓的滔天罪行时，台下围观的民众竟突然爆发出震天的呐喊，无数人振臂高呼，声声都喊着放了他们，放了他们。
原来那些心存良知的守卫早已偷偷将英雄写下的故事悄悄传递出了囚笼。那些浸着血泪的文字，那些女性的悲苦与抗争，一传十，十传百，在市井街巷间悄然蔓延，化作一股生生不息的滚烫力量，在人群心底扎根燎原。鸟嘴兄弟会望着台下抗议的人群，面色铁青，却终究无可奈何，只能松口许诺，只要樱桃与英雄肯低头认罪，承认自己的过错，便可饶他们一命，免去绞刑。 Admit that you've done wrong. Beg for mercy and we'll let you live. And admit that knowledge wasn't made for you. That's all we require. 二人相视一笑，目光坚定，字字铿锵，震彻长空。 We are not sorry! We did not commit a sin! How dare you? 他们十指紧扣，并肩纵身跃下高台，一如当年的罗莎姐妹，以血肉之躯赴一场壮烈的归途。他们的故事被广为传颂，指引着世间更多觉醒的女子义无反顾地奔赴而来，汇入了秘密读书会。 The city is burning and the Beak brothers have fled. All because of two excellent women called Cherry and Hero. 而另一边醒来的英雄和樱桃见到名叫月亮的女神，她声称是来拯救他们二人的。此刻整座城池烈火熊熊，烧尽了腐朽的规训与枷锁。鸟嘴兄弟会的人早已失魂落魄，仓皇逃离。至此之后，天空中多了2颗星星，它们被称为双子星。而属于女性的觉醒之路，于烈火与星光之中，正是踏破长夜，扬帆起航。这部2025年的最新电影《英雄百叶》被第28届英国独立电影奖3项提名。该片改编自伊莎贝尔·格林伯格创作的同名漫画，灵感来源于《1001夜》，讲述2个女人的故事。樱桃与女仆英雄之间的爱，绝非简单的情愫交织，而是2颗孤苦灵魂的相互救赎。影片最具力量的是对男权枷锁的极致控诉，女性的价值被定义为生育的工具，生命的尊严被肆意践踏。罗莎姐妹的悲剧，樱桃与英雄的抗争，无数女性的血泪，都在诉说着时代对女性的苛责与不公。她们以生命为代价，让女性觉醒的火种生生不息。